个中日战里面，中国已经一逼子灰了，甚至踢到铁板了。他说啊，这不能这样就不能这样就输掉，因为什么？太空站上面，你看到这个画面，他们最近在吹什么？他们的朱雀3号，他们要媲美 SpaceX 火箭能够回收。我心想，哇，太厉害了吧！结果这一幕变成什么？最后它回收的时候，它整个都烧掉了。没错，虽然发射成功，但是回收却失败了。这个象征啊，本来全世界都在关注哦，因为美国是已经走在前面了，成功的就有马斯克的 SpaceX， 对，那第2名就是上个月才成功的这个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对，所以如果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它是民营，虽然有国家的这个整个大力的这个协助啊，但它这个民营企业蓝箭航天，如果它成功的话，将是全球继我刚刚讲的美国的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跟贝佐斯的蓝色起源之后，第3个能够重复VTVL 它的这个火箭垂直起降，然后再回收、重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只可惜，刚刚你讲的没错，踢到铁板了，它出师不利啊！为什么？因为异常燃烧事件让它整个烧起来，没有办法成功的回收在它原来发射的这个回收平台上面，所以坠毁在回收平台附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下来的时候整个烧了，对，就整个烧了。本来马斯克之前还看到这个朱雀3号的这个构型，它大概是全长76.6公尺，快要77公尺，直径就5.2公尺。马斯克还称赞它嘞，可是真的发射之后，你实际测试一下它性能，就重看不重用啦。你失败结果就是以结果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呦，那最后还是美国它的技术领先了这个中国，尤其是美国前面2大企业，我刚刚讲的 SpaceX 跟蓝色起源啊，那你中国后面要再追赶这个美国，恐怕不只是10年，甚至10年以上，你目前还看不到这个美国的车尾灯。尤其我刚讲的蓝色起源，它在这个11月发射的时候，它还刻意配备了这个起板稳定器哦，这个驳船，也就是这个，对，它在火箭回收的这个。在这个回收的平台，这个海浪，因为我们一般讲火箭回收，它的平台有陆地上也有海上的无人船的这个平台上，它在这个风浪很大的这个海浪当中，它因为配备了这个起板稳定器啊，也可以在这个海浪当中稳定着陆，这个是蓝色起源它能够做到的。所以你看到，当蓝色起源有完成继 SpaceX 第1次成功之后呢，它是第2个走在后面的。所以美国当然就信心满满了。现在中国想要跟上美国的脚步，然后甚至世界各国由美国带着都在竞争激烈这个太空探索任务啊。那我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赵和你来看这个是什么星球？很简单，就跟大家看一下，这是火星吗？你答对了，这个是火星。对，但你来看看这个又是哪一个星球？是地球很像吧？很像，对，没错。这个看起来像是地球，但是其实还是火星。它是火星，为什么？里面有水跟海洋是啊，这个是现在的火星，这个是科学家包括 NASA 他们在内去模拟火星如果恢复到以前几十亿年前曾经有水、有海洋、有这个不同像这个水资源丰富的一个这个星球的时候呢，它原来的这个模样。这是一个模拟合成图，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是火星，那这是哪一个星球？这是现在的火星，这可能是几十亿年前，现在模拟恢复以前有水资源的火星，对，所以大家就很好奇，那如果火星真的是跟地球一样是长这副模样的话，那不就是适合我们人类居住了吗？对，虽然离地球很远，还是将来还是可以移居啊，没有错。所以如果说到火星的话，美国的这个太空总署 NASA， 它之前就公布了他们的火星探测器。拍出了这一张照片，你看到这个什么？这很像的珊瑚礁对，很像珊瑚石嘛，没错，这个是它原来的这个火星探测器它所公布的元件 ，NASA 公布的。他们叫什么？叫珊瑚岩。对，那这块岩石大概它的直径呢，就有大概2.5公分，就是1英寸左右这么宽。它是浅色，而且经过风蚀，证实说它是在火星的这个盖尔的这个陨石坑撞击坑里面发现的。而这个盖尔撞击坑呢，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曾经有水源的这个地方，就是火星早期有水的地方。NASA 就讲说，这个奇形怪状的这样的一个岩石啊，它大概是几十亿年前曾经有液态水渗入到火星的这个岩石裂缝当中，渗入之后它干涸了，然后呢，经过了这个风化的多年之后呢，它留下了矿物质，形成了它一个结构，就类似地球上的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就代表他看到这个，就代表一件事情，火星上面真的是有水，真的曾经有水，或者是它的一个资源，甚至有潜藏生命的可能。再来看到今年6月的时候
这个 NASA 也公布了好奇号的火星探测器，它的一个拍照的这个整个探勘发现，这个是被昵称为说这个像蜘蛛网一个洞一个洞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也显示说火星距离现在大概几十亿年前的这个地方，它可能有曾经存在湖泊。还有一些河流，那甚至可能有一些海洋的存在。哇塞，搞不好真的曾经有潜藏生命的可能。傅老师，我们今天有太多问题想要问你。刚刚竞平讲什么？是火星上面或许这些如果真的是这些科学家跟专家学者讲，或许真的有生命的存在。生命只是在火星，这些人到底去哪里了？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出了一个新的纪录片《披露时代》，他在讲说。美国政府把外星人的秘密藏了80年了，他们其实都知道一些事情，甚至还去做了反向工程。那时候我想说，真的假的？结果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大家一定都认识。来，我们看到是谁？美国国务卿 Rubio 也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讲了什么？他说，在核电厂上面，他们真的有发现这有不明的飞行物，一直在观察他们之外，这一句他说那些东西不属于我们人类。听到他也出来背书了。对，少华，因为这一次的影片啊，非常的震撼。他基本上找了34个 first hand 的目击者，不是普通的阿猫阿狗、乡野传奇哦。全部是实际上参与工作的34个人，说明这个 We are not alone。其中最震撼的，少和就是你讲的 Rubio， 他讲了3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多次发现有物体在受控制的核设备上空活动，而且让你的核子弹头、义勇兵飞弹的电不见了。电没有了，你就发射什么？哇，他们太厉害了！电没有了，而且不止一个基地，它有30几枚，在1966年、67年，但是这些人都被认为是疯子，对，都认为说不可靠，全部强迫退休，所以82岁的人开始出来作证。卢比欧第一个就撑他们的腰说，确实有这个事情。这卢比欧说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他说 We are not alone， 我们人类并不是唯一的智慧生命。第3点，这就是非常震撼，因为时间不够，我可能要下次讲。Need to know， 就是对于不明飞行物体，美国高层的水很深的一个单位说 ，Need to know， 就是你是总统，你也没有资格知道啊。哎，如果你知道这么高，如果你知道，你只有2个后果。对，第一个，你就是那个承办人；第二个，我要被处理了。然后因为这个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从卢比欧开始，对，告诉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好，我们就看，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外星生命，80年前对就已经知道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布，一直没有公布。那么这个事情呢，基本上来讲，它是34个人里面有美国空军，有美国的F-18的飞行员，对，说明有照片为证。为什么呢？少和，因为以往说句良心话，我们地球的科学不够发达，对 UFO 这种东西啊，都是幽佛嘛，对不对？又幽又浮，你根本看不到、摸不着边。对。但是现在科技发达，我可以用照相机拍到它。第一个就有证据了，对不对？物证。第二个呢，不但拍到它，还锁定它。我们有影片啊，对不对？锁定它了以后，基本上呢，你就可以用雷达追踪到它。当然，它跟你的东西不一样嘛。你看现在影片看到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光球。记得倪匡有个小说叫《天外金球》，对，哎，这叫做天外光球。这个是最重要的神秘点。美国研究它研究了80年。我们来看下一页。对，所以这80年内，他们明明全都知道，对，但他们不能说。对，这里面我整合了，其实整个电影里面讲了5点，我整合了8点，我很快的讲一下。第一个，高超音速，64000公里每小时，谁达得到 ？X-15最快的火箭飞机，它是用火箭飞行哦。对，每个小时7274公里。SR-71是发动机在大气里飞行，3530公里每小时。它是64000，它是 SR-71的18倍，这怎么跟得上啊？对，那就是第2点了。对，它那个瞬间转弯，这么快还跟它对不对？它它啪转弯90度，这种情况呢，
SR-71以它这个速度，你要转这个90度的弯，要走直线2/21个Ohio 州这么远，你才可以做到这个急转弯，否则地球飞行人机全毁。你结构人 F-16 9个机，对，顶多飞行员拼了命拉超过9个机，那也是一下子就要回来。对，第三个，第一可观测性，不具备任何可观测的条件，就是说你飞机可以看到凝结尾压，比如说我们商用飞机啊，对，突破音障的时候，我有砰有音爆 shock， 对不对？它通通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来无影去无踪。对，所以叫优浮哎。哦，第四个，它跨介质运动，不同的介质，空气到水，曾经拍过，都是美国军方拍的哦，11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直接掉到水里面去。赵和，我们那个游泳，你看游泳员跳到水里面，会不会有水花？对，它没有水花，也没有声音。我这里面有3个速度，自然界的其余时速是110公里每小时是最快的，自然界的鱼了。然后苏俄的核子潜艇80公里每小时，人类游泳的自由式啊8到9公里，它在水里面118公里每小时。再来就是反重力，这最重要的。我们看过影片，以前方永的影片，它可以在120纳兹下，就是2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之下逆风而行，对，而且突然停住，反重力。最讨厌的、最可怕的就是第6个生物效应，它可以产生一个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你接近到的地球的生命，就是人类，你只要跟着能量场接近它的时候，7年之内的死亡率25%。对，这个是已经研究出来的，只是现在公布出来。第7个瞬间加速，它可以在28000英尺，将近8.53公里的情况下，突然降到海平面0.78秒，对，瞬间降，这就是2004年尼米兹号测到的它的速度。最后一个，它可以空中突然停止，又突然的分开。好，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就是很奇怪的照片，这个以往都是传说，对，现在这个影片把它公布。F-18，所以这个照片恐怕是观众朋友第一次看到的。对，这个飞行员在这个 Grave， 在美国 Virginia 海外10英里的地方，2014，他在飞机 F-18的飞机上看到一个天外光球，里面一个黑色的立方体一直跟着他，而且随时做不同的运动。哎，这个是他这个影片作证，确实有这回事。对，哎，确实。球里面有个立方体，天外光球啊，哎，它开很快哎，对，然后就一直跟在他旁边，一直跟着他，而且静止不动，所以他吓得满身大汗。但是当时他在飞机提报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给他 response， 当做你当成没这回事，哎，当成没这回事。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这就是说这天外光球，这3个影片其实都放过。对，这个影片呢，就是 F-18的用 LiDAR 加上雷射加上控制整个的雷商公司的系统抓到的影片。你可以看到这是脱锁，看到没有？对，它本来应该这个里面抓到，对不对？它出来了，但是这个影片后来他又抓到了，结果这个飞行员哇大笑，说哇好不容易，这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对，所以并不表示它这个东西以前没有这功能，只是你现在的科技发达可以抓得到。第二个就是抓到这个影片叫 Gimbal， 对，这个东西黑色的球体会转，它根据这次是完全抓到，完全抓到，然后抓到以后，他看到它里面在变换，外面有一层光圈，所以叫做天外光球。这是目前在这个披露时代这个影片里面讲了很多。这个非常重要的Elizondo，就是2017年12月，他把一份资料送给 New York Times， 对，延伸出来一系列的事件。这个是他的老板，对，也退了，他来提供他的佐证资料。第一个解破这项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多年里面保持领先地位。注意看，所以它不单单只有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在觊觎它。对，
全世界我们这一代的人看到了两大计划，一个曼哈顿计划造原子弹，对1942、1946就原子弹丢在日本，对不对？很机密哈。第二个阿波罗计划，1961到1972，对，有12个太空人登陆月球。虽然很多人说，哎呀，那是假的，没有，其实上真是有登陆月球。第三个就是现在外星科技资料的整合，1945到2025，80年，追踪回收异星科技投入资源，透过军备竞赛，各国可能企图夺取科技优势，就是现在。你意思说拿到东西之后可以作为什么反向工程？逆向工程，对，哦，注意到啊，导播再看一下这里哈，导播看一下手板，对，3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中国，一个俄罗斯，对，这3个国家都有 UFO， 都有外星人，都有科技，都有天外光球的疑惑，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跟大家讲，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突破了技术。如果突破这个技术，现在什么美国啊、中国啊、日本在旁边看，对，在旁边看，现在他们全在着眼这个技术。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才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讲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出来的延伸效果现在还不知道，因为11月21号嘛，现在慢慢这个技术延伸出来，揭露时代来临。对，游戏刚刚开始，这2个是你们的科学家。这个 Popoff 这个人非常有名，这个已经快90岁了。这个人比较年轻 ，David。这个人呢，他曾经参与过逆向工程的计划。这个人呢，他参与过的计划不胜枚举哈。这个是斯坦福的教授，非常有名。他们说美国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做遗产计划。遗产计划，遗产计划的控制整个的 UFO， 这个水非常的深，深到没有底哈。看中情局是老板，对，它下面3个单位，注意哈。第一个美国空军，它负责回收部队，你到全世界各地，只要你掉了，它就去收。第二个国防承包商，现在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世界最大。第3个你们不知道，能源部，啊，揭露时代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只需要端好一个小板凳，等待大戏上演。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